我都听石晶说了，在你们组合还没有解散的时候，廖勇做出了很多比较下作的事情。那段时间对你们来说，也比较不堪回首吧？行业嘛，都有规则，想进来吃饭就得接受规则。就像张爱玲说的：“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，爬满了枣子。所有炫目的光彩背后，哪一个不是伤痕累累，甚至鲜血淋漓啊？”我读书少，你的意思是不是可以总结为，你承认廖勇的一些所作所为，以及对你产生的一些影响？我的意思是说，廖勇他就不是什么好人。当然了，他以前所做的一切呢，也只不过是遵循了娱乐圈的生存法则而已。而以前那些事儿，对于今天的我来说，谈不上有什么影响吧。那昨天晚上，啊，我们吃完晚饭以后，我跟 So 就去动物园旁边的海帆酒吧喝酒。没喝2杯酒吧，廖勇就来电话了，他就说他刚好在附近，有事儿要跟我面谈。我就跟 So 说我前经纪人要见我，然后我就出去了。什么时间呀？接了电话我就去了。时间，廖勇是9点44分给我打的电话，大概也就是这个时间吧。然后我就出去了，出了门我就往展览馆桥头过马路，然后就到了古路庄北里，也就10来分钟。Can you speak Chinese？ 中文 OK 啊，他说的这个时间没有问题吧？他不会撒谎。这大晚上的，你就放心让他一个人这么出去啊？金港很安全 ，Where the World， 老板唱得很棒。这个，你到了这个指定的地点之后，都发生了什么呀？他就说他最近发生了严重的亏空，然后就要把我们姐妹以前那些黑历史给翻出来。他还跟我说他刚刚跟石晶见了面，石晶也答应把钱给他了。其实说白了，廖勇就是想我们每人给他50万。那他是用什么来勒索你们的？以前嘛，我们都陪各色大佬喝过、睡过，无非嘛，裸照、性爱视频，我也没让他拿给我看。为什么呀？我不在乎啊，我们So也不会在乎的。我们马上就要去爱尔兰的独立音乐工作室发展了。我想那些移民局的人，他们也不会 care 一个小姑娘年轻的时候做的那点荒唐事儿吧 Yep, she's right. I don't care. 那你们的会面，见了面，我就问他什么事儿，他就管我要钱。我说凭什么给你啊？他就说要把我以前那些乱七八糟的照片、视频，他都要抛到网上去。我说无所谓，然后就拜拜了。Like she said, we don't care. Baby, Listen, sweetie, no matter what happens, I still love you. I love you too. 今后有什么打算？哦，我是说等一切都结束了。没有打算。打算了又有什么用？如果我过去是一个比较爱钻营的人的话，我现在不是也做他支队的副支队长了吗？不过那姓胡的显然是来临时充个数。我看不透他。您的意思是让我瞄着支队的一把手的位置，然后呢，下基层锻炼，进政治部，再然后45岁之前竞争主管副局长。这思路听着蛮正确。我就是觉得这样没有什么意义。哎呀，这2枪把你仕途上的野心都击毙了。哎，有没有想过尝试另一种生活？哪一种？跟
风萧复婚，要个孩子什么的啊，抽时间呢，好好陪陪你爹。如果鸡虫命够长，你还真能过上一家5口其乐融融的好日子。怎么了？不相信？你们俩显然还藕断丝连。再说你爹也快退休了。我只是很难相信，这一切能有结束的一天，能吗？不能。一会儿别让小文说话，一定要盯住那个说，这样子。好，放心，没事了。紧张。不就谈个话吗？这么大排场。陆警官，你千万别介意，我在这儿没别的意思。我跟小文真的像亲姐妹一样，今天这么正式的场合，还是有个家人在比较好吧？现在既然没有任何针对我当事人的指控，这就不属于案件侦查阶段的询问或讯问，完全是因为我当事人自愿配合，并且他有权随时终止谈话。你们都出去吧。邹小姐，我说了，你们都出去吧。走。你留下。我知道你们这些当明星都挺忙的，我也不耽误你们时间了。组合的其他2个成员回答过的问题，我就不重复问你了。那咱们现在开始。据我所知，廖勇遇害之前最后打的3个电话，就是打给你们3个人的，而他第1个打给的就是你。他什么目的我已经很清楚了，我现在就问你2个问题。第一，他是拿什么要挟你的？据说，是几张照片，夜店包厢拍的，或者是酒店门口拍的。然后呢？怎么，还想八卦细节？我陪过的人很多，不记得是在什么地方跟什么人了。理解。第2个问题，他是在什么时间、什么地点跟你见的面呀？没有，我没有去见他。廖勇他也太自以为是了，他以为我还是几年前那个可以任由他摆布的小女孩。可惜时过境迁，他现在在我面前，连条狗都不如。我就算想要喂狗，也不会挑这么恶心的。勒索我，那你就不怕他？事后我给何姐打过电话，她说没有问题。现在的粉丝和大众对花边新闻的接受程度和宽容度都相当高，即便会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，简单的做一个危机公关，很好摆平。那昨天晚上他给你打电话的时候，你在哪儿啊？我在演出场地排练。怎么了？你知道吗？最后廖勇遇害的位置跟你排练的地方，直线距离只差了几百米。那又怎么样？没事，我就是想让你知道一下。还有什么要问的吗？哎，对了，方不方便告诉我，你旁边的这位男士怎么称呼呀？他是我的安保顾问，
丁力，又怎么了？没事，只是我想知道一下而已。胡队，小子，行啊，有两下子。你回去吧，我回头联系你。我可不希望等出了事儿再听你跟我解释，为什么不能现在告诉我？立场。我现在告诉你的话，你就要有立场。挑边站很难，我不想让你那么难。你凭什么觉得我一定会为难？你不觉得为难，就只会更糟。喂，金队。哦，对了，那个签名我要了，要不下次吧？都问完了吗？别提了，没一个说实话的。要把一个成年男子脖子撅断了再放到后备箱，得有点力气。是啊，但是他们3个人身边每个人都有一个关系比较亲密的男性。这个石晶，她的老公叫赵涛，而这个李怡人呢，她有一个洋男朋友叫申健康。这小子中文说的不怎么样，身体是真健康。还有咱们都见过的，就在后台那个天后的那个保镖叫丁力。我现在觉得呀，他跟那个保镖关系应该不一般。相同的时间和犯罪现场又是相等的距离，这事儿有意思了。是，3对嫌疑人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凶手就在里头。我知道自己会成功，因为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我代表的是一个高概率参数，我会找到他们，无论如何，不惜代价。与其他的动物不同，人总会有赌博心理。我们热衷寄望于某个微乎其微的几率，打扑克、掷骰子、买彩票，在互联网上挖虚拟货币，总想以小博大，破坏规则，甚至是犯罪。这种心理的重点就在于，失败者会不断地去搏下一个更微小的机遇，妄想咸鱼翻身，会一次次的尝试，又一次次的失败，最终陷入绝望的死循环。他们总会留下痕迹，而我的工作就是寻找这一类痕迹，再沿着线索揪出那群赌徒，不为拯救，而是终结。
放。哦。我让你放啊！秦队，我不用再看了，要不你听听我是怎么想的。这样，你看啊，很明显，这个车呢是在追他。为什么追他呢？我觉得很有可能是因为高秀芳她看到了什么不该看的东西，所以说我分析啊，这个路的下半部分很有可能是廖永遇害的第一现场。去现场看。秦队，您是不是不太舒服呀？试。不，我不是说现在，我是说最近吧，我感觉您老是飘飘忽忽的。你是觉得不太像几天前的我，还是几个月前的我？您这回答还这么严肃，我就是随便一说啊。之前呢，我也一直在您手底下干活，谈不上特别了解，但是我就觉得吧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觉得您现在跟以前不太一样了，是完全不一样了。有人说，过去的我八面玲珑，左右逢源，上上下下都能打成一片，说我是刑警队伍里的十全标兵，是吗？是。以前嘛，您对谁都挺好的，都挺热情的，我觉得没毛病。但是现在呢，怎么说呢？唉，我还是更喜欢现在的您，我觉得更真诚。我可对您一直都很真诚啊。秦队，这都已经离案发1天多了，就算是第一现场，还能找到什么痕迹啊？廖勇那个车排气管左边右边？哦，老款奥迪A6，排气管在左边。轮间距是1.6米？没有，前轮1.52米，后轮1.56米。后排气的冷凝水痕，这会是第一现场吗？这个距离其实应该是那边可以看到这边发生的一切。如果说高秀芳当时目睹了这一切的话，凶手很有可能把他杀人灭口了。秦队，昨天晚上10点多我来的时候，这个烟酒铺还开着，咱们要不要走访一下呀？你好。你好，过来了，买点什么？我是警察，配合一下工作。啊，警察同志。那个前天晚上这边发生了一起车祸，你们知道吗？哦，知道。这不这几天来了好多警察，是不是出人命了？被撞的呀是一个环卫工人，司机肇事逃逸了。肇事逃逸了？你们说的不会是秀芳姐吧？
你认识啊？啊，认识。嗨，我们这几条街都是那大姐负责的。她人挺好，还经常来我们这歇歇脚、打个开水什么的。我们处的就像邻居一样。是，很熟啊。哎，对，挺熟。那他人怎么样了？我昨天晚上来你们这儿看你们关门挺晚的，那前天10点左右发生车祸的时候，你们有没有听到什么或者看到什么呀？前天没有，前天我家孩子身体不太舒服，也就9点来钟吧，我们就关门了。等昨天早晨一开门才发现，来了好多警察，后来才知道有人被撞了。这哪成想，嗨，孩子多大了？啊，我儿子3岁了，整天就知道淘气。警察同志，那个秀芳姐她到底怎么样了？怎么了，秦队？我在想，咱们这行有一天能过上这样的日子吗？这有什么不能的呀？我觉得呀，咱们迟早都能过上这样的日子。不过，像娄姨那样的也是例外哈。为了工作，连自己的生活都不要了。对了，秦队，这个廖勇家的搜索一直都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，咱俩得去一趟呀。你开车先去吧，我一会儿到。啊？行。你们是不是觉得一直可以拖下去？我告诉你啊，我拿到了，怎么给你？都拿到了吗？高起来就是用的一把92，其他子弹我是真没办法。我刚从物证科拿到，就一支吗？就一支。我已经核实过了。好，这样，晚上5点。你到西四环南沙滩桥来，后面怎么办？我再告诉你。咱们有点诚意哈，你要的东西我给你了，录音载体的原始文件，给不给我？哎，邱处，督察也要用枪吗？怎么了？哦，没有，那个，您用什么枪？挑个型号吧。有区别吗？54是穿透力比较好，但阻止力不强。92正相反。督察用枪，您还是头一个呢。给我拿把54。行，您先登记啊，我去拿枪。秦队，2个弹夹。秦队，哎，您的92。好，来，这个签一签。好，可以了，谢了。哟，你这案子办的都挺凶险的呀，怎么，确定嫌疑目标了？廖勇被打死了，他的目击证人高晓芳也被打死灭口了，谨慎点好。我可不想每次出事都得靠运气活着。你真以为活下来是凭自己的运气啊？金队，哎，金队，哎，如果说有人想要勒索你的话，你觉得他会把勒索你的证据带在身上跟你见面吗？不对劲儿。而且呢，在车上还发现了20万的现金，说明有人认怂了，把这钱给付了，对吧？
但是从头至尾，咱们都没在车上搜到一点能够要挟这三姐妹的东西，所以我就在想啊，这儿没有是吗？啊。如果要勒索3个人的话，不可能只带走1个人的东西。如果有1个人给了钱，不可能大发慈悲到把3份东西都交出去。那你说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啊？就是说他呢是拿一种东西同时要挟了这3个人。你有时间把死者塞到后备箱，你还要记得把所有勒索的证据都带走。而且你还要开着车把目击证人撞死，最后你还要戴上手套，去规避侦查。但是，后座上的20万现金你没拿，说得通吗？他不差钱儿，也不对呀。哎，我就说吧，现在这些线索里头有好多自相矛盾的地方，是吧？不是所有的凶手都像吴小云那样，既有专业背景又有应变能力。暴力犯罪没有那么复杂，有的时候很简单。就是简单、粗暴、直接。你觉得有一些线索很令人费解是吧？其实就是源于非常正常的一个自然行为，想多了。就像是714那天晚上仓库的火拼，对吗？我知道，714这件事对您来说一直是一个禁忌，但是您最近时而神秘失踪，时而心不在焉的，是不是跟市里头还在查您这件事有关系？当年不在现场，就不要讲这些没有用的话。我是不在，是我不想在的吗？咱们中队都去了，就留我一个人在队里头。人家去了的，那是生是死都是英雄；没去的是什么呀？怂包。秦队。您看我像怂包吗？我是没去，这事儿怪我吗？我不记得了，但是我跟你讲过，没去，挺好。您不记得了？那我来帮您回忆回忆。之所以那天晚上我没去，就是因为我有一个在市局里头当领导的爸爸。不过这事儿我不怪他，我也不怪你们，要怪啊，就怪这个社会太势利眼了；要怪就怪我自己，我自暴自弃。您以为714之后只有您一个人心里不痛快吗？我经常脑子里就会想啊，6对9，如果说那天晚上我去了的话，那就是7对9。是不是从胜算上咱们就更多了一点？换句话说，是不是我们就可以有机会多活一个兄弟下来？即便那个人他不是我。你是需要让我跟你道歉吗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听我爸说，市里的督察还在查这件事儿。邱东阳一直想在您身上找一个突破口。但是在我这儿，不管是以前、现在还是以后，我都相信，您不是那种会害自己兄弟的人，至少在这一点上，我是信任您的。看来应该在道歉之后再加个谢谢。秦队，我需要你信任我。我没有不信任你，你有事瞒着我。我是不信任我自己。要不这样吧，眼前这个案子破完了再说。
总算是从支队收缴的仿真枪里找到一样的了。握把不是原配的，不过既然没打算送卢浮宫，作为赝品也算是合格的。你虽然已经把扳机给掰折了，但是你最好交上去之前把指纹都擦干净了啊。明白。再坚持一下，啊，等到交接的时候抓着那孙子，我相信这一切都应该有个结果了。怎么算是有结果？把人抓到，交给琼姑娘，就算了结了。如果过去的我真有问题，会怎么样呢？周围的人都相信你，你自己反倒怀疑自己。周围的人，除了您和风萧，你信不过我的判断也可以，但是小冯肯帮你，这恐怕不都是感情因素吧？这毕竟不是你喝不喝牛奶、穿什么样颜色的衣服的琐碎小事。还有就是那个小丫头，你算是她的仇人啊。何况你以前也说过，小罗也信你。现在是怎么了？这是？小丫头是在她哥哥死了之后，急于找一个活下去的支点，不管是要杀了我，还是想调查事情的真相。小陆最多算是共事上的信任，不是？那就足够了。你死去的那些兄弟，当初也像现在一样信你吧？好了好了，别多想啊。不管结果怎么样，你现在只能往下走。秦队，芝麻开门了。今天有什么？十足真金啊，这也太黄了。带回去，挨个仔细查。行，那咱们队里见吧。这也带回去。好。秦队，怎么样？我现在还没完全都查清楚，但是就目前手里头掌握的资料来看呢，除了组合的那3个女孩以外，这个廖勇手里头至少掌握了20多个艺人的影音资料，内容呢五花八门，但无非都是一些什么出轨啊、劈腿啊、钱色交易之类的下三路。即便是咱们掌握了他案发前的通话记录，估计这个嫌疑范围也扩大了几倍。优先查这3个。哦，你放心吧，我已经按照他们3个的名字，分别把这个证据都整理到这3个袋子里了。哎，夏老师啊，心理医生上门问诊，这应该是处级干部里的最高规格了吧？干你的活。
我听小陆说，你们上次办案的时候，你的脸上渗入大量的毒品类化学制剂，这对你本来就有损伤的大脑，无疑是雪上加霜。你应该尽快去治疗。替我送肖老师。肖老师，你别介意啊，他最近压力比较大。他们是同一个团队吗？对，哎，您听过他们的歌？这几个女孩显然就是演艺圈的打扮，而且还戴着同款的手表。这款表我知道，是一只定制款。他们的前经纪人遇害了，而且在遇害之前分别勒索过这3个女孩，所以说这3个女孩以及他们身边的3个男伴是现在嫌疑最大的人。你已经确定了？怎么说呢，也不算吧。目前他们的赔率是1比1比1。肖老师，我正犯愁呢，您看看您有什么高见啊？您觉得他嫌疑最大？没有，只是这张照片与众不同。肖老师，您是觉得这张照片最不像勒索的证据，对吗？差不多吧。来，师傅们，快点来这边。可能是不好的位置吧。行，我一定亲自来接你。哎，稍等啊，我一会儿打给你。嗨，刘警官，不是，我姓陆。陆警官，抱歉，我最近实在太忙了。你来看演唱会？就一个人？这样，我给你安排到摄像机旁边，我保证比前排的位置还要棒。放心，我不是来砸场子的。你一定要找小文谈话。我拜托，请务必一定等到演唱会结束，好吗？我这次是想来找你谈谈的。我调查了工商底案，我才发现，在匪命组合解散之前，你是在廖勇的公司当执行经理吧？那都多少年前的事儿了？是。廖勇车后座的20万块钱的来源，我们已经查得清清楚楚了。这好像就是2天前的事儿吧？我马上到西街了，前面红绿灯左转还是右转？直行，下个红绿灯右拐。也就是说，经过你们权衡利弊之后，还是决定花点小钱把廖勇给打发了，对吧？廖勇那孙子，我太了解他了。他是咬得下牙，下得了手，什么危机公关，结果对于他来说太难讲了。是丁力开车，带着邹晓文去见的廖勇，对吗？他们是几点回来的？也就10点多就回来了吧。哎，丁力开的是公司的车，那车有行车记录仪，你们可以去查呀。我们查了，而且我们还查到了钱，你们是1分没少花，东西一样都没拿回来。小文说，
至少还得给他10万，他才能把东西吐出来。要我说，给他多少，他这辈子也不会吐的。那你们就心甘情愿一直这么被他勒索下去啊？警察同志啊，你是太不了解演艺圈这点事儿了。咱不说小文，他要不是找对了靠山，也不会有今天。其他这几个人，谁不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才混到今天？混了这么久，谁也输不起。那你跟廖勇当初一起经营绯明组合的时候，知道他手里头掌握了这么多不干净的东西吗？我当然知道了，可说真的，我真没当回事儿。我以为他就是有点偷窥癖。哎，话又说回来了，周岩一死，这3个姑娘，凭实力谁能出来？他勒索谁去啊？也确实，我从头至尾都没有看到有关周岩的东西。周岩是真的有本事，他有才华，要模样有模样，能歌善舞。所以廖勇就算是个人渣，他也不是白痴。他知道周岩是块金子，从来不逼他干他不愿意干的事儿。更何况现身的事儿有其他3个人去做，是这个意思吧？你也看见了，周岩一死，不说小文，石京现在混得多惨，你看到了。伊人说是出国发展，还不是因为在国内混不下去？可是你明明知道这无异于赌博，不还是把他推到了现在这个位置吗？赌徒一旦上了桌，不管输赢，只要下了注，没有退路。靠边停车。然后呢？下车。你把头发给我弄漂亮点儿。放心吧，姐，哪次不是美美的呀？哎，你觉得今天这个耳环怎么样？挺好的，不错呀。我觉得也还行。何姐来了。何姐，你知道吗？那个矿泉水的赞助商，他竟然让我拿着他们的矿泉水瓶，在第3首歌结束之后，走到舞台中间，一口气干掉1整瓶矿泉水。开什么玩笑？小林，哎，姐，出去一下。好的，那我们一会儿走。哎，丁力，去，把你的行车记录仪拿来。去呀，都知道了。别哭出来，把妆哭花了，补可来不及。我们只给他钱了，没碰他。丁力是想，但是我没有让他。这个东西还有印象吗？这是当初飞命发行第1张同名专辑的时候，廖勇送给我们4姐妹的礼物。当时还喜欢得不得了，后来才知道，也不是什么值钱的玩意儿。现在还留着吗？再怎么说也是个纪念吧。行，等你不忙的时候，把这东西给我，借我用一下吧。哦，还有一个私人请求，帮我签个名吧。当然。来。其实你可以这样啊，一会儿等他喝水的时候，跟摄影师商量好，给他一个特写。这样的话，我觉得可以把那广告商糊弄过去。对，真是太感谢你了，谢谢你啊。
我应该谢谢你们才对。祝你演出成功。把东西放在那家门口的邮箱里，然后走人。那你要的我给你，我要的东西呢？我要的东西有了，我就不会再找你麻烦了。废他妈什么话，你赶紧走人。请带好您的银行卡和随身物品，欢迎下次光临。请带好您的银行卡和随身物品，欢迎下次光临。大叔，您快点行吗？好，好，好。请带好您的银行卡和随身。你总乱跑什么？欢迎下次光临。我到处找你。我也到处找你，等你半天不来，我想买个煎饼都没有钱。但是取钱吧，又碰上个手潮大叔。我用完了，你们用。让让啊，让让。还用我取钱吗？完事你胳膊，完事你胳膊。陆警官，您刚才电话里说的是这块表吧？放心，保证完璧归赵。哎呦，这表还走呢，这电池质量够好的呀。正好，你们俩陪我溜达溜达吧。根据小区的监控显示，你是22点17分出来的。根据便利店的监控显示，你是22点40分进去的。不到3分钟的路程，你却走了23分钟。去哪儿了？啊，也说不准，你是去散步了。刚好今天我也没有什么其他事儿，你们2位陪我散散步吧。廖勇的车停到过这儿，这也有可能是他遇害的地方。
根据现场的勘测情况，凶手杀了他之后，就把他塞到后备箱里了，然后沿着这条道一直往前。凶手把车开到这儿的时候撞了一个环卫工人，根据前面的监控显示，不排除是凶手对目击者的灭口行为。陆警官，我别急，咱们再逛逛。21分钟。那天比今天还冷，你没穿外套，应该走得比今天更快一点。也就是说，溜了一圈只需要不到20分钟。说吧，在那3、5分钟里，你跟廖勇都聊了些什么？喝呀！我会被抓吗？石静，反正你也没做什么，说就说吧。那天晚上，50万也不多，就当是勇跟我借你的。你看小文他们多痛快，给钱就完事儿了。我现在和老公只是勉强糊口，我们连存款都没有，我真的拿不出那么多钱。勇哥，求你放过我吧。我要把你当初跟周老板他们喝花酒的照片爆出去。你就没老公啊？我一边走一边哭，到了楼下才想起来跟他撒谎去买沙拉酱，于是我又回到了便利店。
把所有的事儿都告诉我了，我也跟他讲明白了，无论如何，都不能用极端的方式去解决问题。我们甚至想过找警察举报他敲诈勒索。陆警官，石青当时真的，他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，并不能说他买了一把刀就要去杀人的意思呀。其实根据监控显示，你们在11点之前就已经回来了，而廖勇被杀的时间是在那之后，所以我心里很清楚，人不是你们杀的。谢谢陆警官。谢谢。其实我们俩就是想本本分分的过日子，没钱没名，我们落一个心安理得。其实我们心里都很清楚，就算组合没有解散，我们都知道，想要靠才艺上位，只有周岩能做得到。小文现在如日中天，我其实真心为他感到高兴。他是成功的那个版本，而我是失败的那个。李怡人呢？他属于一个什么样的版本啊？我不知道，他没有周岩那么有天赋，但是后来走的路线，跟周岩离队时候计划的那种才女路线很像。离队？谁离队啊？周岩啊。哦，没过多久他就出事了，媒体也就没有报道这件事情。什么事儿啊？在我们新专辑销售突破30万张的庆功会上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喝酒撞了胆，周岩提出要离队单飞，说要走创作人的路线。廖勇一听就急了，我们也都慌了，要不是人多拉着，差点就动起手来。他去意已决，谁都无可奈何，最后不欢而散。可没想到，当晚他就出事儿了。喂，技术队吗？我小陆啊，把那个周岩的卷给我调出来，然后查一下。对，意外死亡那个。啊，顺带把他的地址给我问出来啊。那个陆警官，那个我们俩当时，我的意思是，我们现在才把这些说出来，是不是要承担什么责任呢？我可以理解你们，很多人都是在一开始的时候不愿意把事情说出来。肚子让我看一下，包打开。大家合影点。兄弟，看着脸生啊，走什么桥过来的？这个脸生吗？好好看一下吧。搜一下。喂，你好。你好，是陆警官吗？哎，是我。我夏阳支队刘凯。啊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我把周岩地址给你。你稍微等一下啊，我记一下。哎。您说。
谢谢四哥，四哥再见。干嘛呢？我找陈老四，口气不小。你谁呀？你告诉他，我是陈曦的朋友。英哥，陈曦的朋友。干嘛？小蕊，别管陈老四在不在，我们一进一出的时间不会太长，你别动，在这等我。陈曦还有朋友呢，卖枪的就不能有朋友啊？人他妈都死了，要什么朋友？你干嘛？什么事儿？正因为死了，所以就得有个说法，不是？交给四哥。来，陆警官，里面请。哎呀，这房子啊，原本是小严姥姥的。小严走了以后，我就一直留着。收拾的挺干净的呀。哦，孩子他妈每个礼拜都来打扫打扫，总觉得孩子不定什么时候还能回来，所以这些摆设物件都在原地没动过。这边房价也涨了不少啊。小严不是为了钱或成名才去唱歌的。如果你刚才说的是这个意思的话，对不起啊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就是想说，看他照片里的样子挺开心的，他应该真是挺喜欢唱歌的。可惜了。是啊，他才21岁。
哥们儿几个撞错门了吧？咱们这儿饭不管饱，酒不管醉，活动活动去吧。走开。下点什么坎儿？会说人话吗？他以前是跟着陈曦的。这位兄弟，咱没仇没怨的，两不相扰。谁都保局了？怎么？这是组团来耍的是吗？没钱，有命，敢要吗？去叫陈老四出来，跟他说，鬼来叫门了。四哥他要是不出来，那就别怪我跳宝炸局子。我去你妈！别动！认识我吗？认识我吗？没你们事儿啊！没你们事儿！不想死的赶紧滚蛋！都买票吗？买票多少？来，我要。我也加油。你干什么呢？我叫人家！谁呀？谁？给我碎了！抓领头的，把那领头的给我打！妈的！儿子打！打！死他！打！不打！打！都检查一下装备，通话保持通畅，左右分两组，散。别想！胖胖，你不是要知道陈曦怎么死的吗？就他干的，就这警察干的。警察来了！走，走！哎，我上，不敢上去！别过来啊！门没锁。您是？你好，习惯支队的。刚刚就是我给你打的电话。哦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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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这是你要的卷宗。哎，出这事的时候呢，我还没有当警察。不过听副所长讲，因为死者是个歌星，所以呢，社会影响比较大。当时作为意外事件调查，也是格外的慎重，先后2次报错分局，才给结的案。辛苦了，还让你跑一趟。没事，我就是借用一下，等我用完了呀，我亲自给你送回去。嗯，好的。哎，那个领导叮嘱让我问一句，咱们支队来调这个案卷，难道是因为……啊，怎么说呢？侦查阶段不方便透露太多，见谅啊，兄弟。行，那你忙。怎么过来了？
看见警察了。快走！你俩守这儿，好。看到你说那个警察了，他是怎么找到这儿的呀？我什么都没跟他们说。还有提款那个家伙也是个警察，看来他们很早就盯上咱们了。盯咱们干什么呀？咱们什么也没做。哎呀，让开呀！别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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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把他们手里家伙都卸了。别动了，不打死！前面走，前面！生气！他妈死了，该死！景芝，景芝，景芝，你没事吧？啊？景芝，景芝。
被记忆迷了眼，还是他在变？梦见熟悉的脸，来自陌生的从前。有个崭新的我，对过去说抱歉。那难过的事，在心里又撕一遍。请学会提前悼念，将失去的每个瞬间，在时间转一圈，能纠正多少誓言？这个我是谁？是否只比昨天老一点？心里头死去的少年，今天又重生在起点。面对时过境迁，总遇变一望远。当时间推着我向前，依然不知疲倦。飓风和那些碎片，又拼出了蓝天。我们终究不能幸免，